2003年，在聯邦調查局的審訊室裡，一個男人冷靜地聲稱自己來自2256年。他憑借800美元的本金，在短短2周內從股市捲走3.5億美金，每一筆交易都精準得如同上帝視角。最讓人脊背發涼的，不是他通過了地獄級的測謊儀式，而是在眾目睽睽之下，他竟然像被從現實中抹除一樣憑空蒸發了，沒有留下一絲指紋或生物特徵。這究竟是邏輯的盲區，還是時空裂縫留下的殘影？如果你至今仍對時間旅行嗤之以鼻，那麼接下來的這10個被多國政府秘密封存、科學至今無法直視的真實案例，一定要看到最後，他們將徹底粉碎你的認知。在揭開這些足以顛覆歷史的頂級機密前，我們先來看一個曾在2018年讓全球媒體集體失聲的前瞻預言。那是2月的一個深夜，一個化名為 Noah 的年輕男子出現在全網視線中。他自稱是來自2030年的時空旅人，並接受了一場全程公開的測謊測試。令人震驚的是，測謊儀顯示他所言非虛。Noah 在鏡頭前拋出了一系列驚世駭俗的預言。他聲稱唐納德·特朗普將會在2028年換屆時再度當選總統，人類也將在特朗普任期內成功實現首次火星登陸，而被認為只存在於幻想中的時間旅行技術也將在2030年成為現實。而推動這一切的關鍵，正是 AI 對核心難題的突破。在他的描述中，未來的金融體系由比特幣主導，但古老的現金依然在縫隙中生存。為了證明身份，Noah 展示了自己手腕處的一塊神秘皮下植入物，並堅稱那是協助其穿梭時空的未來科技設備。儘管 X 光片清晰顯示他的骨骼之間確實存在某種異物，但他以技術機密為由，拒絕通過手術將其取出。就在這次測謊掀起軒然大波後的幾天， Noah 在一場直播中竟在眾目睽睽之下神秘失蹤，令所有關注此事的人一時間不知所措。隨後，他通過加密郵件聯繫了相關頻道，聲稱自己因泄密被短暫抓回，2030年接受審訊。而現在，他已再次回到了我們的時代，繼續着他那不為人知的時空流浪。在揭開更深層的迷霧前，我們必須先回到理性的基座。作為一個秉持科學態度的科普頻道，有必要在這裡做一個必要的澄清。經過系統查證，Noah 穿越事件雖然在互聯網上掀起了巨大波瀾，但其真實性從未得到權威證實，本質上更接近一場利用大眾獵奇心理進行的網絡炒作或偽紀錄片創作。然而，拋開這些真假難辨的噱頭，接下來的這些案例，其詭譎程度與證據鏈條，則足以讓最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也感到動搖。讓我們把目光投向1932年的德國漢堡。當時，記者 J. 伯納德·赫頓與攝影師約阿希姆·布蘭特受命前往漢堡造船廠進行採訪。然而，當他們踏入廠區不久，平靜的天空竟毫無預警地崩塌，無數炸彈如暴雨般落下，整座造船廠瞬間淪為火海。兩人在連天的炮火中驚惶逃生，期間甚至還不忘職業本能，抓拍了多張珍貴的災難現場照片。可詭異的是，當他們精疲力竭地逃回市區，迎接他們的卻是漢堡如常的寧靜。那天根本沒有發生過任何空襲，造船廠也完好無損。更讓他們懷疑人生的是，原本抓拍到的廢墟照片在洗印後，竟顯示出一片祥和的廠區場景，完全不見硝煙痕跡。直到11年後的1943年，真相才浮出水面。當時盟軍發起了著名的俄摩拉行動，對漢堡造船厂進行了大規模轟炸。當赫頓在倫敦的報紙上看到戰報照片時，他瞬間如坠冰窖。那畫面中的斷壁殘垣，竟然與他11年前目睹並試圖拍攝的構圖完全一致。難道他們在1932年的那個午後，意外跌入了11年後的時空裂縫？如果說跨越10年的視覺遇見尚能用某種神秘的感官重疊來解釋，那麼2016年在冰島社交媒體上瘋傳的一張二戰老照片，則提供了更為直觀的視覺衝擊。這張照片拍攝於1943年的雷克雅未克，畫面中心是一群在出租車站旁駐足的美軍士兵。然而，在背景的一角，一名穿着淺色風衣的男子顯得格外突兀。他神情專注，右手緊貼耳邊，其動作細節與現代人使用智能手機通話時幾乎如出一轍。要知道，在那個连晶體管都尚未普及的年代，移动通話完全是科幻小說都難以想象的產物。儘管有懷疑論者認為他或許只是在查看壞掉的懷錶或撓耳朵，但照片中那種超越時代的違和感依然讓無數人堅信，這就是時空流浪者留下的歷史注腳。在這個1940年代的清冷街頭，如果他真的在通話，
那麼跨越時空的另一端又會是誰在聆聽？類似這種讓人起雞皮疙瘩的案例，歷史上其實還真不少，尤其是在一些珍貴的黑白影像裡，經常會出現一些完全不屬於那個時代的黑科技。比如1928年，在杜邦工厂門口的一段膠片中，有個女人正旁若無人地對着手裡的東西說話，大家看她的舉止神態是否有些眼熟？無獨有偶，同年在查理·卓別林的電影首映禮現場，鏡頭也捕捉到了一個邊走邊打電話的女性身影。在那個連無線電通訊都還沒普及的年代，這些畫面確實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他們到底是在和誰聊天？難道這些畫面真的能證明時間旅行的存在嗎？接着看這張著名的老照片，它拍攝於1940年代初加拿大南福克橋重新開放的現场。在人群中，有一個男人顯得格外突兀，他戴着極具現代感的環繞式太陽鏡，穿着印有 logo 的 T 恤，外面甚至還套了一件看起來非常像連帽衫的衣服。這身標準的21世紀潮男裝扮，讓他看起來就像是剛從現代派對裡穿越過去的。大家不免好奇，如果他真是時間旅行者，冒着暴露身份的風險跨越幾十年，難道只是為了看一座普通橋梁的剪彩儀式嗎？其實，關於這位時空潮男，背後還藏着更驚人的解釋，我會在視頻最後為大家做詳細剖析。咱們先把視線轉到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決賽，當時巴西隊擊敗捷克斯洛伐克奪冠，傳奇球星加林查高舉獎杯慶祝。但如果你仔細觀察加林查下方的人群，會發現一個非常詭異的細節，鏡頭拍到一個男人正舉着一件銀色的長方形物體在拍照，那持握的姿勢，那輕薄的外形，簡直就是現代人拿智能手機抓拍的翻版。難道真有球迷為了見證足球史上的巔峰時刻，特意带着未來的手機回到過去打卡留念嗎？如果說前面這些還只是疑似拍到了未来人，那接下來的這個案例簡直就是一場肉身經歷的時空大挪移。1901年，兩位來自牛津大學圣修學院的資深女教授前往法國凡爾賽宮參觀，就在他們走進花園深處的小特里亞農宮時，周圍的氣氛突然變得極其詭異。他們發現旁邊的人竟然全都換上了18世紀的華麗服裝，而最離奇的是，他們聲稱在花園裡親眼見到了正在休息的瑪麗安托瓦內特王後。可問題是，這位法國歷史上著名的王後早在1793年就被送上了斷头台。正當兩人驚魂未定時，這些景象又突然憑空消失了，一切恢復如初。1911年，两位教授将這段經歷詳細記錄並出版了一次冒險一書。由於他們教授的身份背景，這本書中的敘述邏輯嚴密且理性。這次凡爾賽宮時間滑移事件至今仍被科學界和神秘學界反覆討論。那麼他們到底是無意中闖入了時空的裂縫，目睹了歷史的重現，還是在那一刻產生了某種超自然的集體幻覺？在這個科學無法完全覆蓋的盲區裡，真相或許比電影還要離奇。別以為這類怪事只發生在歐美，在咱們亞洲也曾出現過讓人頭皮發麻的時空錯位事件。2008年，考古队在廣西上思縣開啟了一座密封超過400年的明代巨型棺椁。本以為這只是一次常規的考古挖掘，可誰知在清理棺底土壤時，一個閃着金屬光澤的小玩意兒讓在場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氣。那是一枚形似戒指的小型金屬表，表盤上的刻度清晰可見，時間精準地停在10點06分。更不可思議的是，表殼背面竟然刻着英文字樣 Swiss。要知道，现代手表的概念直到19世紀才成型，而這種微型戒指表更是近現代的產物。在一座密封了400年的古墓中，這枚手表究竟是如何出現的？是某位粗心的時間旅行者遺落的隨身物品，還是一場至今未被拆穿的惡作劇？官方給出的解釋其實很簡單，它並非來自穿越者，而很可能只是現代人遺失的一件小物件，意外與古代石棺混在一起，在後來的發掘過程中被發現，從而引發了一場誤會。但問題也隨之而來，如果是現代物品，它又是如何進入一個封閉數百年的墓穴？邏輯上根本說不通。直到今天，這枚瑞士表依然像一個幽靈，徘徊在考古學與邏輯學的邊緣，沒有一個能讓所有人信服的定論。我始終相信，在咱們頻道的觀眾裡，一定隱藏着不少硬核知識大牛或者邏輯推理大神。對於這枚跨越時空的戒指手表，你是否能根據現有的蛛絲馬跡，給出一個既符合常理又讓人拍案叫絕的推斷？是地質層變動導致的位移，還是某種不為人知的歷史巧合？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神級腦洞，讓我們一起解開這個時空悖論。而如果說剛才那個案例還停留在物證疑雲，那麼接下來這個故事則直接把時間旅行推向了更危險的邊緣。
有人聲稱自己親身去過未來。2018年，一個叫亞歷山大·史密斯的男子在網上發布視頻，再次引爆了輿論。他自稱曾是1981年美國 CIA 某項秘密時間旅行項目的成員，並親身前往過2118年。他在鏡頭前神情極度焦慮，聲稱自己正因為泄露了未來的秘密而遭到秘密組織的跨時空追捕。根據他的描述，21世紀中葉，人類不僅確認了外星智慧生命的存在，甚至對方早已造訪過地球。更詭異的是，他預言未來會有一位名叫傑米·奧利弗的人當選美國總統，並最終死於一場精心策劃的暗殺。史密斯還展示了一張極其扭曲、充滿視覺干擾的城市風光照。他堅稱那是由於時空傳送過程中的物理壓力導致的影像變形。這番話到底是老兵的風言風語，還是某種被刻意掩蓋的真相，我們不得而知。從咱們科學的角度理性來看，這種說法其實挺站不住腳的，因為它既拿不出任何能讓人驗證的鐵證，也查不到任何權威部門的正式記錄。再退一步說，哪怕是按照目前最前沿的物理理論，比如相对論，想要實現這種說走就走的時空穿梭，在操作層面上幾乎是不可能的。這些故事裡提到的信息大多是那種沒辦法證明它是假，但也絕對沒法證明它是真的模糊說辭。至於那張所謂的未來照片，憑現在的圖像處理技術，隨便動动手指就能做出來。所以與其說這是一個真實發生的科學奇蹟，倒不如說它更像是一場精心策劃的網絡炒作，或者是某種極具腦洞的個人創作。聽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這無非又是那種經不起推敲的時空穿越老梗，但真正的重頭戲才剛剛開始。接下來要聊的這位主角，他可不只是空口白牙的講故事，他直接甩出了讓人啞口無言的硬核結果，硬生生地逼着所有人必須正视他的存在。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是否听說過那樁曾讓整個華爾街都感到背脊發涼的2003年神級內幕交易案？這起案件至今提起來依然是金融史上一個揮之不去的魅影。當時一名叫安德魯·卡爾森的男子僅憑800美元本金，在短短2周內進行了一系列瘋狂的短線操作，最終狂賺3.5億美元，且每一筆高槓桿交易都精準得像是在看劇本。當 FBI 破門而入將其逮捕時，他的回答讓審訊室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他面不改色地聲稱自己來自2256年，為了爭取自由，他甚至開出了極具誘惑力的籌碼。他準確說出了本拉登當時的藏身處，甚至宣稱掌握了艾滋病的治癒方案。最讓人汗毛豎立的是，他指着那張著名的1941年南福克橋老照片，堅稱人群中那個裝束超前的潮男就是年輕時的自己。不久後，一名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繳納了100萬美元保釋金將其保釋，而卡爾森在前往法庭的途中人間蒸發。隨後的深度調查發現，在2002年之前，這個人在全球範圍內根本沒有留下任何出生、就醫或納稅記錄，他就這樣憑空消失，仿佛從未在這個時代真正存在過。聊到這裡，我不得不給各位潑一盆冷水。這個聽起來爽度爆表的時空股神故事，其實是都市傳說裡最典型的模板。雖然它在網上流傳極廣，但我必須明確地告訴大家，安德魯·卡爾森事件在現實歷史上根本不存在，它是一則徹頭徹尾的假新聞。這件事本身從底層邏輯上就站不住腳，咱們從金融和監管的角度拆解一下就知道，所謂的800美元2周賺3.5億，幾乎就是痴人說夢。首先，這高達幾十萬倍的收益率早已遠超任何人類已知市場的極限。其次，在華爾街這種地方，如此規模的資金進出，必然会瞬間觸發交易所和監管機構的頂級風控，怎麼可能連一點官方檔案都沒留下？說白了，這個故事最早的源頭其實是美國一家專門編造荒誕新聞的諷刺小報。所以，與其說卡爾森是一個穿越者，不如說他是一個為了滿足人類報復幻想而被虛構出來的金融魅影。現在，讓我們把時間線再次拉回到1941年加拿大南福克橋重新開放的現场。它没有玄乎的股市神話，卻真真切切地記錄了一個讓所有現代人都感到違和的身影。那麼照片裡潮男的身份真相到底是什麼？事實上，隨着這張照片在互聯網上大火，無數研究人員對其進行了高清放大修復，並對其進行了顯微鏡式的細節扒皮，結果發現，所謂的未來鐵證其實大多源於我們的時代錯覺。他臉上那副看起來極具現代感的墨鏡，其實是20世紀40年代已經在登山和戶外運動中普及的側護式護目鏡。那件印有 logo 的 T 恤，本質上是當時蒙特利爾馬龍冰球隊的羊毛針織運動衫，
而所謂的連帽衫，在當時的戶外服裝設計中也早有雛形。更關鍵的證據在於背景，這張照片拍攝於加拿大的一個戶外活動現場，當地本身就盛行滑雪和登山文化，在那樣一個特定環境下，這種實用主義的超前穿搭其實並不罕見。也就是說，這位驚豔了全球網民的穿越者，極大概率並不是什麼來自未來的旅行者，而只是一個在當時審美比較超前，卻被後世過度解讀的普通年輕人。但真正耐人尋味的，或許並不是他到底是誰，而是為什麼每隔一段時間，這張老照片都會被人們重新翻出來，並冠以時間旅行的名頭再次瘋傳。也許比時空穿梭本身更真實的是人類內心深處對打破規則、跨越未知的永恆渴望。在這種渴望面前，真假似乎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永遠願意相信，在那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真的有人曾替我們回望過過去。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這裡。從尘封的古墓遺跡到離奇的金融神話，時間旅行到底是人類永恆的幻想，還是早已在暗處運行的規則？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下你對這些穿越事件的看法。這裡是小哥睡前科普，我們下期再見。